我们今天来聊聊热天桃园队在休赛季最大的一笔投资。就是威能帝那张合约。对，2年120万美金，将近台币3900万，直接绑住了他们的王牌投手威能帝。那在我们深入讨论那120万美元之前，我觉得要先建立一个共识，就是威能帝在2025年的表现已经不是用优秀可以形容的了，那是根本是统治的级别。说到数据，15胜2败，胜率88.2%，这个数字本身就很疯狂了。但真正让其他球队感到绝望的，其实是另外2个数字。第一，防御率2.01，这已经是王牌中的王牌了。第二，也是最关键的 ，WHIP 只有0.91。哇，0.91。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代表他平均每投1局，让对手上垒的人数还不到1个。这不是压制而已，这是让对手窒息。而且他整季还吃了170局，顺便拿下3阵王。你提到这个重点咯，一个先发如果能稳定吃下6局7局，那就代表总教练不需要每天去烧牛棚啊。我懂了，他一个人就等于是整个牛棚战力的防御性投资，光是这一点就已经值回1半票价了。好，数据很吓人，我们都知道，但真正把他从一个很强的洋投，让他身价暴涨到值得这份天价合约的，是那个时刻。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还有分享哦。对，那个让所有球迷血脉喷张的季后挑战赛 G4， 当时的背景是对战统一狮的生死战，威能帝才在 G2 先发投完，才休1天。对，只休1天，就是球迷说的中1日，这在现代棒球里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了。但他竟然主动跟总教练古久保健二说，不管要我投几局都可以。这句话分量超重真的，这已经不是敬业而已了，这是在宣告我愿意赌上我的手臂来换这场胜利。他展现出来对这支球队的归属感，已经超越了一般的佣兵心态了，完全。然后比赛的剧本就像电影一样，9局下乐天奇迹般的追平了，然后牛棚的大门打开，走出来的竟然就是威能帝，全场都疯了。我记得当时转播镜头带到他，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在体力应该早就透支的情况下，他硬是后援了2局，飙出4次3振，1分未失。当他投出最后一颗3振球的时候，你真的感觉他不是在投球，是在燃烧自己的灵魂。真的，现场的气氛就是统一狮那边的休息区，从原本还有很有期待，到后来是完全的寂静。他们知道，当这个男人走上投手球，比赛就结束了。这就是所谓的无形价值。没错，他用一场比赛把自己变成了这支球队的精神象征。这种价值你没办法用数据去量化，但却是所有球团总管梦寐以求的。他的队友波塞勒赛后那句“这个联盟最强的投手就是威能帝”，根本就是帮这一切下了最好的注解。完全同意。接着，他就带着这股气势，在台湾大赛 G2 面对台北大巨蛋4万名观众，又缴出了7局只失1分的代表作。最后，他达成了那个历史性的里程碑，同年包办年度 MVP 跟台湾大赛 MVP。在他之前，中职30几年历史，只有郭敬兴、林智胜、陈俊秀3个人办到过，这就正式确立了他的地位。2025年，他就是全联盟的第一人，没有之一。但是，年薪60万美金，2年120万，这个可是韩国职棒 KBO 的价码，在中华职棒这个数字是顶天了。我们可以从3个层面来拆解这个价值的合理性。好，首先是市场标杆，你想想看，中信兄弟的罗哥、圣骑士，他们的年薪都已经落在50到60万美金这个区间了。差不多。所以威能帝作为一个刚拿下双料 MVP 的投手，拿到60万年薪，其实只是市场行情价，确认了他 MVP 等级的身价。这部分并没有太多的溢价。根据报道，韩国职棒的韩华英队确实开出了高价想要挖角他，所以乐天开出的这份合约不仅仅是在付他2026年的薪水，更是付了一笔保险金，确保他不会成为自己的敌人。但从商业角度来看，这笔投资要怎么回收？这就是第3层，也是最核心的风险规避成本。
你可以这样想，如果乐天不续约威能帝，他们就要拿着差不多的预算去国际市场上开福袋，签约金、机票、时数、适应期，这些都是成本。更可怕的是，你可能开到3个福袋，结果3个都是状况不佳或有伤病史的，那整个球季的战绩就直接崩盘了。你订阅了吗？记得还要按赞加分享哦。季后赛的票房、周边商品、转播分润，这些动辄几千万台币的收入也就跟着泡汤了。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职业运动里，确定性本身就是最昂贵的商品。黄子鹏的离队对乐天的战力是一次冲击，但对他们的财务操作却是一次机会。他是球队过去5年的本土王牌，每年都能稳定贡献超过100局。他的离开等于在轮值表上留下了一个120局的巨大黑洞，这对任何球队来说根本是毁灭性的灾难。没错。但是，当黄子鹏行使自由球员权利转队到台钢雄鹰后，乐天面临一个选择，他们可以选年薪125%的全额转队费，或是年薪75%的转队费外加1名补偿球员。他们毫不犹豫地选了前者，他们选了现金。黄子鹏的年薪是840万台币，125%的转队费大约是1050万台币1050万。换算成美金差不多是32.5万美元。32.5万美元。哼，威能帝的年薪是60万美元。乐天实际上是把从台钢那里收到的这笔补偿金直接无缝接轨的拿去支付威能帝合约的一部分。哇，换句话说，在签下威能帝的第1年，乐天为这位 MVP 强投从球队原本预算中新增的支出，其实只有27.5万美元左右，也就是大概900万台币。他们用失去一位本土王牌的资产换成现金，然后用这笔现金去升级并锁定了另一位载智力更强的外籍王牌。一个球员的离开，对球迷来说是情感上的失落，但对管理层来说，却可能是一个重新配置资源的战略契机。好了，财务操作很漂亮，王牌也留住了，所以危机解除了吗？还是说，真正的考验现在才正要开始？在本土先发几乎真空的状态下，乐天2026年只剩下一条路可以走。什么路？就是洋投极大化。这3位洋投的定位还必须非常清楚。1号就是威能帝，他必须复制2025年的表现，健康吃下170局，不能打折，一点都不能。2号，球团积极续约的魔神乐，他必须扮演稳定的2号先发。至于3号，他们必须在市场上找到一个耐投、经验丰富的工作码。功能不是要多会3振，而是要能稳定的吃掉局数。对，这3个人只要有一个倒下或表现不如预期，乐天的整个赛季可能就提前结束了。这就形成了一个很极端的画面。你可以说，2026年的乐天桃园拥有全联盟公认的最强之矛，也就是威能帝。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存在着最脆弱之盾，也就是那个巨大的本土先发断层。剩下的2个本土先发位子将会是乐天农场多年养成的一次总体检。老将陈冠宇有没有可能为了球队从牛棚重返先发？年轻一辈的陈克义、林子维，他们准备好站上这个压力巨大的舞台了吗？每一个问号都可能成为他们卫冕之路上的地雷。2026赛季，乐天桃园将会带着全联盟最强的王牌，踏上一条极度艰巨也极度依赖洋投健康的卫冕之路。这会是一场非常刺激的钢索表演，绝对是。在结束之前，我们想留一个问题给你思考。在本土球员之中，谁会站出来去填补那个看不见却至关重要的领导力真空？或许这个问题的答案，而不仅仅是3位洋投能投出多漂亮的数据，才是真正决定乐天桃园能否再次捧起那座冠军金杯的终极关键。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野球特报，我们下次再会。